Hello， 好，大家好，我们今天又来分享一款超级的短发，这款呢是露耳短发，然后我们会做一点锯齿刘海，让头上呢有更多的一些动感。那我们会知道，如果我们想让头型有更多的动感的话，那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不连接，然后有一些更多错层感，头发呢它呈现出来效果才会更好。然后首先先把它的分区分好，等会我们再来看一下，好吧 ？OK。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分区，我首先把刘海分起来，然后把顶部区呢分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锯齿的 W 分区。然后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是为了让底下头发跟上面头发产生两层不同的一个动感。我首先会先把里面头发去做个收紧，然后我们再来裁剪顶区的头发。好，那我们可以从后部区开始，来头往前低，对，我们可以从它后脑勺这个位置开始，斜向前的一个分区。那我会把底下头发的长度稍微的剪短一点点，带一点点反曲线层次，与头型相反的一个角度，从高的位置开始，逐渐的提升，往下走。好，那这样子可以保留一点点我们外线的一个长度。好，第二边头发再从这里开始分斜线，一样的方式，把这头发呢角度拉起来。与头型相反的角度逐渐跟随头型，这样呢放长我们外线的长度，继续，这样子呢可以保留这里的一个底线，还是一样的方式，每边头发呢都是斜向前，把这些头发呢我们往后多带一点点，为的是可以保留两边的一个角，也是从高慢慢的收出来。一直剪到我们最边线，手位呢一定要有一个反曲线的感觉，好，这样我们就可以慢慢的保留到这里的一个长度。好，继续，这两个是一样，角度拉起来，随着头型来保留这里的长度就可以了。那我们不要这里有这种小的头发，我们可以稍微的去一下，不然这里会搓出来。这样剪完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的头发是这样收过来的。好，还是一样，斜向前的手法斜向前的手法，角度依然拉高，从高的位置开始，慢慢的跟过来，保留外线。好，继续，这里也是一样。头发还是一样，与头型相反，这里不要往下跟，往下跟这里就会整短掉，所以我们要拉高，来看到这种感觉就可以了。后面这种效果，一直剪到这个侧区，剪到侧区的时候呢，我们不想让两边的头发太长，头倒过去点点，就这里的头发裁剪的时候要记住，我们把这个地方拉起来，保留外线这里的长度，把这里头发呢做一个随头型的修剪，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相对应的剪短一些，也不用太长，多打一点点过去，对，跟过来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就会看到呢，这里头发呢，耳朵这里是显得是比较短的，前面区也是一样，斜向前，拉高。看到我们这个头发呢，剪出来已经开始在露耳了，这也是一样，角度拉起来了。好，一直剪到最后一片头发，这片头发呢，我们可以直接拉起来就可以了，往下往上走。OK， 那我们这边看到剪完以后呢，它就会呈现一个这样的一个露耳的一个效果，然后包括这种鬓角会全部露出来，后面呢层次也是比较高，这边我们就完成了。我们来开始剪另外一侧，这边剪这边呢，用相同的方式还是一样的，斜向前，把这里头发呢，我们把它分出来，我们从这里里面开始，以刚才剪过的引导线为引导，看到这个引导线，从下面开始。慢慢的往上走，手位一定要抬高，注意这个手位一定要抬高，因为是反曲线，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头发呢
剪出来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好，继续，还是一样，斜向前，来把这头发呢用相同的方式来操作，手位与头型相反，从底区开始，慢慢的随着头型上来。好，剪到我们这里剪不到就可以了，这角度可以稍微的高一些，是打过去，还是一样，斜向前就可以了。先从底区开始，拉到我们想要的角度，慢慢角度提高，慢慢提升，随着头型圆上来，手位与头型相反，上面是一个随着头型的一个切口。好，尽量可以保留我们外线的长度，这也是一样。好，一样，放长几下，逐渐提升。这上面剪不到这里了，手与头型相反，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角度。好，它就可以慢慢呈现出来了。就是这里也是一样，把头发呢微微的向后靠一点点，从低到高，看到这种感觉。OK， 我们剪到两侧的时候，剪到这里的时候，头抬出来。这时候呢，我们会以这个耳朵后面这里头发为引导，不用去管它底下了，底下长度我们已经预留住了。把这里头发角度拉起来啊，拉起来。那从这里开始设计一个我们要的一个长度，好，就是剪完以后呢，这里应该是短些的，画一下，就是斜向前，还是一样，把这个梳起来就可以了，从低往高点做个去除，角度可以拉高一点点，上角磨角，好，抬头，下一边头发也是一样。从低的位置开始提升，一直剪到最高，随着头型去走就可以了。那这个侧面呢也是一样的，把头发微微向后靠一点点。OK， 如果说我们想让这个位置头发呢表现得更精致一些的话呢，那我们就会再用个圆形向后的方式，把这里稍微再收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头发微微向前带一点点，把这边最尖的角把它去磨一下，两边头发都是一样，也是斜向后，梳子给它收起来。这里有个最长的这个尖角，我要收一下，因为看它是往后带的。这样子的两边的耳上这位置呢，它就凸显出来，就更明显，就不会看起来绷在一块，特别厚了。就圆形向后，再收一下，这个地方呢，它就更漂亮了。还一直往后走就可以了。这头发全部拉起来，那就可以去一下上角。头发剪成这样子的，我们会敏感的地方长，那我们可以用到削刀，把这个底线呢，我们可以稍微的削短一些。我削短的话呢，我尽量的还是先留住前面的头发长度，后面头发稍微削短一点，削薄一点，削薄一些，削短。这里也是一样，把这头发梳顺下来，往前带，慢慢的往前削。保留前面这个最尖的角，保留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划分，把尖角的稍微的磨掉一点点，这样就可以。好，耳上的位置，像这地方，
如果像大家想往后走的感觉，我们也可以把它稍微的去削短一下，在耳朵上面这里，不要让它有这么长。个人不喜欢太长。好，抬头，每边头都是一样，收顺过来，稍微给它做短一点。超短发的剪法呢，就是要有个细腻的一个内部结构，再加上一个干净的一个外线，柔也好，硬也好，它一定要稍微的干净一些，那这样可能会更符合我们想要的感觉。那这样就可以了。那这样的鬓角跟后部区呢，它就完全的去体现出了这个效果。好，另外一边，这边也是一样，滑 C 收顺下来，从高往低，直接来去削薄削短就可以了。来把后面这里的划掉，这个也是一样，往前带。滑 C 一定要滑 C， 尽量就是滑 C， 把内部呢再削薄一些，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好，这有这种小汗毛，我们可以拿开以后呢，我们可以划一下，不要太多，可以削掉一些。好，还是一样，上了这个位置，就这里头发呢，一定要拿出来以后呢，往后削，把这地方呢尽量的削的，把耳朵露出来以后呢，有这种很自然的感觉。就鬓角这里不要太长，太长的话就不是这种味道了。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这种鬓角，露耳的这种鬓角，加一个后部区这种高层次，这就呈现出来了。头顶区的裁剪，顶区呢我们有很多种裁剪方式，看你要哪一种。我们可以覆盖住它，那我们也可以剪高，剪一个顶上的去除都可以。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的裁剪会更符合它的一个感觉。底下剪完以后呢，顶上头发全部放下来，我们来观察。我个人还是想要让它的头发呢有一点这种后续这种饱满度，所以我可能会把这里长度落点落在这里，然后我们把顶上亮感全部拿掉就可以了。所以在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先把这里头发的引导线给它做出来，先做到类似这个位置啊，把个引导线在这里，然后再把这里头发呢角度拉高，垂直拉到头顶去。好，这是引导线，对不对？我们可以高于引导线，高于左右，把上面头发做个平的去除，方形的去除。好，那这样子呢，我们放下来之后呢，这头发就不容易变短掉，还是一样保留它的长度。每边头发都是一样，全部垂直拉高，拉到头顶去，看到我们这个引导线，做一个平角的去除，全部拉起来。好，一样。这样可以放长我们这里的一个长度，后面呢它也很自然，这里也是一样，顶区剪一个方的去除就可以。每一边头都是一样，全部拉到头顶上。很快速的一个裁剪方式，所以超短发并不难剪，难在哪里？难在你不敢剪。你如果是敢剪的话呢，心中有形的话呢，其实都是一样的。那我们会看到全部拉高，剪完以后你放下来这里，自然而然就产生一个饱满度。但是因为我们分区不一样，这里就会有不一样的长度，然后我们也是稍微处理一下就可以了。就先把层次给我先做好，另外一边也是用相同的方式。向后提升，垂直拉高，给这个头发做引导，做个平剪就可以了。好，这就没什么难度了啊。好，顶端这里也是一样的，全部拉起来，水平。顶上就是剪一个顶部方，其实就很简单，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一些技巧。好，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样做完以后呢，我们会看到有很多这种长长短短的，那这些地方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可以用削刀去给它去削掉一下，它也可以先不用动它，先保留住，吹干以后再处理也是可以的。那我个人喜欢呢，还是先把它划掉一下，就这种特别长的，我们可以稍微的去划一下，削刀稍微的削减一下，这种地方。所以削刀很多人说哎不会，然后怎么样，其实很简单，你去买一把，然后自己稍微练一练就可以了。看就出来，这里也是一样，特别长出来的地方，我们可以去把它削短，跟后面头发就连接起来。长一些短一些都没有关系，搞到这里地方也是一样，因为里面有了结构，有了层次，这里稍微长一点短一点都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去能覆盖里面的头发。这就是我们顶上的一个裁剪方式，明白吗？很简单。那我们现在来设计它的一个刘海区。底下呢跟全部完成以后呢，我们来设定一个我们的刘海区。刘海区的长度呢，我会给它剪一个比较短的刘海，可能会有点锯齿的感觉。那我们怎么样来完成？剪这种锯齿刘海，首先我们要考虑到的就是它的发量。锯齿刘海的发量，我之前有分享过剪锯齿，有些人的锯齿剪出来以后动态就没有了。那我们剪这种锯齿呢，我们考虑它的发量，发量如果多，那我们锯齿可能就里面剪去除，外面剪堆积。那就像这种发量并不是特别多的话，那我可能会用叠加的方式去做，就可能是一层堆积，一层去除，一层堆积，一层去除，还是保证它的量，但同时呢，里面会有空间感，再去做点剪，那可能会更适合它。那我会从刘海区开始，从这里开始，我们分一个大概1指宽度的一个厚度的刘海出来，排一点点。把这里刘海呢全部往前带。如果我是想把锯齿剪到眉毛以上到这里来的时候，那我可能会放长1指位，预留它足够的空间。我可能会剪到接近眉毛的位置，先剪一个我们想要的堆积，就是剪一个齐线就可以了。这边也是一样，就先剪一个齐线，就剪一个比较干净的一个齐线。好，我觉得稍微长了一点点，我会再磨掉一点点。有了这个外线以后呢，我们在这个外线上面呢，我们再以上一层的头发做个参考，就第2层的头发，再分一个1公分出来，以这里头发呢做个引导线，把它角度拉高，全部拉到头顶去，把这里做一个去除。那这个时候呢，头发放下来的时候呢，它就会有层次感了。我们会很明显的看到，这里做挑拉的，这里就会短很多。OK。而且拉的时候呢，刚才是拉到中间，这个侧面也要拉一下，这2个角一定要把它抹掉。这边还有一个，就把它走圆一些。如果是一个面剪完以后，两边还是很重的。好，那下一层继续，再剪一个所谓的堆积，做一个覆盖，全部再梳顺下来，以里面头发做个引导，剪平线就可以了，随着头型走。那这样头发的内部空间就很容易出现了，头发它就不会像那种很呆很平的那一种，它就会有个空间在里面，你再去做锯齿，它的效果就会更好。好，继续梳顺下来，最表面这层呢，我们也可以先盖下来，去连接一下，然后呢，角度再去拉高，把上角再稍微的去一下，一点点，很少。这就是我们剪刘海的一个方式，做去除，做堆积，头发呢自然而然就很容易会产生这样的空间，头抬起来。有长出来的我们可以稍微去一下，然后把所有头发呢全部自然放下来去观察它，这个头发呢就会出现这种比较动感凌乱的一个超短发。那我们平时剪这种头发很容易会把它剪成男生，没有女性的味道，原因在于哪里？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去做好这种内部的一个空间。
才会出现这种情况。OK， 我们会看到用了这种方式裁剪完以后，它就会一个很齐的刘海。等我们吹干以后再去做剪剪，这就是我们后的一个短发。我们可以看到形态是有你味道的，而且头发是超短的。那我们也会看到头顶的头发也是比较短，因为这样的头发呢才会产生更多的动感。然后我们再做个点剪，刘海稍微锯齿一下，它就非常漂亮了。很简单的一种裁剪方式，就是内部做一个去除，上面做个顶部去除，叠加在一起就可以。好，我们先做一个吹干的动作。OK， 我们裁剪完以后呢，我们就给它去做一下拳头的点剪，这是我们吹完风的一个效果。你看不打薄，它也是非常柔和的，一步到位。那我们要把它拳头呢，也是给它去做一个点剪。那我们这线上课呢，更多的还是在点剪上去体现，没有用很复杂手法。我希望大家能在我们线上课里面呢，学几个非常实用的技巧就可以了而不是说学很多花里胡哨的一些技能。技能的话，以后我们可以在线下就好好学习，线上的话我们就学发型就可以了。好，拳头用点剪的方式去处理一下，这头发呢就非常漂亮了，一层层的来做处理。也不用去打得很薄，稍微处理一下就可以。这头发更多的还是体现的是我们这种粗犷的效果，所以是不建议大家去打得太薄的，还是要更多的质感，在头上去体现。好，这边都是一样，食指梳起来，长的拿掉，做点剪就可以。这有特别厚的地方，拳头均匀的做点剪。垂直下刀，角度不要太大，角度太大呢，所以切口就很容易弹出来了。需要垂直下刀就可以了。这边也是一样，拉高，来头倒过去。拳头只需要稍微的去处理一下，不要打得太碎了啊，稍微点一下，不厚就可以。来看这种特别多的地方，我们可以稍微的划一下，垂直下刀是划掉，让细腻度做一下。好，两边这里就不用管它，好像还不错。这是我们底区呢。做个点剪，鬓角这里也是一样，这里也可以稍微的点一下。这鬓角看起来都不是特别厚，这种地方稍微点就可以。两边都是一样的方式，头倒过来，这里呢也是把头发拉高，做点剪，内侧做点剪，拉出来。然后我们可以把头顶去了，刚才因为剪了一个顶部方形去除，顶距头发的也可以拉起来，我们稍微的去点剪一下就可以了。每一层都是一样，全部拉起来。这样的头发呢，它的灵动性它会更强一些。头，侧区也是一样，这边也是一样。两侧这里都是一样，拉高以后做点剪就可以了。超短发其实不难，真的难在于
像刚才说的样子，就是你不敢去剪短，想剪短的话就没什么难度。好，这样做完以后呢，我们看一下刘海区。刘海区呢现在很厚实，很厚实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刘海区这里呢内侧呢先做柔和，先点点柔和，先做一下，轻微的打压就好。我们在刘海区再去做入我们想要的锯齿感，这头发的美感就呈现出来了。这边都是一样的。我们会看到刘海区这里呢，它是有这种不连接的。好，我们现在开始给它刘海区做一些我们想要的一些锯齿感，头抬起来。我会去把上层的头发先拿开，上面头发先拿开，先在里面去做我们想要的锯齿，这是内侧。剪平一些，这种地方。这地方我们可以稍微剪尖一点点。好，这里也是一样。把这种锯齿呢，这里也是剪尖一点。再把这个鬓角做出来。那现在就会看到这个头发呢，就会产生一点这种粗犷的这种感觉。好，它是不均等、不均匀的、不规则的。把上角再去一下。好，那做完这步以后呢，再把上面头发再放下来，再放下来，我们就会看到上下头发跟里面头发呢是覆盖住的。覆盖住完以后，我们再来做一步，上面头发跟内侧这里多的地方，把这里去剪缺掉，盖住它。这里缺的地方，把上面头发留住，不用去管，把这种地方剪出来就可以。要学会做这种覆盖的这种感觉，啊，留住，盖的、缺的、盖的、缺的，反复交叉的去做就可以了。啊，这样覆盖。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这个头发呢，就会有这种错层感。然后我们在这种刚才剪过这种锯齿的地方呢，再把它去加大这种锯齿感，就不要让这个地方看起来就是虚虚的那种感觉，加大就可以了。好，那我去观察这个头发的感觉，可能这个位置呢太平了一些。尖一点点看一下，更好一些。上面再可以再揉回来。然后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比较错乱的锯齿感。很快速的就裁剪出来一个这样的一个超短的这种锯齿，然后会看到这种错层，整个头发是非常飘逸自然的。在生活中剪这种超短发呢，其实也是蛮多的，就是很多人剪出来会很假，不自然。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效果是非常自然的，又表现了这种超短的感觉，同时呢又让这头发呢还有女性的这种味道，这是非常难得的一种效果。所以可以看到又有这种粗犷的锯齿感，不管你怎么动它，一样的还是有在这里。同时呢，这个侧面呢，这种露耳的感觉呢，它也把它表现得非常好，这是我们想要做到的一个效果。包括后面的动感呢，因为刚才分的不连接，它这里也会产生这种错层。OK， 好的，这个头发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好。